在虚空之中，神烟虚的目光如同深渊中的星光，遥远而深邃。他的双眉如剑，挺拔而有力，每一次眼神的转动都似能切割虚空，透露出一股不可一世的威严。当他手中道法凝聚，化作一座巍峨的道法山岳，那山岳之上，符文如同蛟龙般游动，散发出点点璀璨，散发出毁灭的波动。那股力量简直玄妙至极，那便是大咒中更高级的力量。虽然还不是完整的大道，但也已经是半道神的领域了。一股半道神力在这一刻彻底的展现而出，一旦这山岳镇压而下，任何万物都得灰飞烟灭，所有的天位神都会在这一招之下被抹杀，不管是神体还是神魂都不会存活下来。萧炎站在下方，面对这铺天盖地的绝对压迫感，一股危险的气息恋恋浮现，可是他也毫不退缩，就算他能够逃脱，那么其余人也会受到殃及，而且这几年的修炼成果如今也要真正的派上用场了。他眼中燃烧着金色光芒，这光芒中充斥着一股奇特的气息，旋即他的双目渐渐的闭拢，这道奇特的力量开始在自己的体内任意部位游走，然后随着这股奇特的力量彻底的催动，体内的神元之气都是变得更加的精湛磅礴起来，甚至朝着9重天位神巅峰飙升。不知过了多久，萧炎的神识海中似是有着一轮大日缓缓的升起，光照万里，而光照所过之处皆是被净化，然后双手合拢，一道陌生的金色光影开始渐渐的变换出来。这道金色光影出现后，又以非常诡异姿态再度变化起来，光影变化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最终化为无数道金色神光纷飞。而在某一瞬间，这无数道神光又再度融合在一起，整个神识海中都是变得沸腾起来，旋即散发出一抹金光，金光渐渐的变得强烈，其中汇聚的光影变得越来越清晰。此时神识海的空间都开始震荡无比，萧炎眼神灼灼地盯着那道越来越清晰的光影，光影的真容浮现，那是一座雕像光影，这座雕像光影中的能量散发非常的神圣，这股力量简直强到离谱。萧炎直接伸出手掌触碰在了这座雕像光影之上，雕像光影上似是有着9火之光反射而出，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玄妙之感弥漫出来。萧炎也是隐隐约约的从这座雕像光影中感觉到有一股无法形容的一道力量，这力量便是传说中的无上神力。无上神力能够洞穿毁灭一切的物质和生灵，就算是大道造化也都会陨落在无上神力之下，因为无上便是能够引动大咒一方世界的法则，掌控一方世界法则就能够任意修改原本法则，威力之强无法想象。但是想要发挥出这道传说中的无上神力，就必须将焚神9火修炼到极致，那么也就是要收集9道神火，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将焚神9火的全部力量发挥出来。若是焚神9火齐出，便可拥有那无法形容的无上神力，弹指间便可轻易间毁灭世间万物。感受到如此可怕至极的无上神力，萧炎的心中极为的震撼。虽然不是第一次知晓焚神9火的威力，但去感受时依旧是令人无比的垂涎。但现在的萧炎只有4道神火，所以只能施展出焚神4火。一旦焚神4火的力量爆发出来后，不说能否击败神炎虚，但至少可以凭借着焚神4火的奇特力量进行与半道神出阶进行抗衡一段时间。毕竟焚神4火的力量再强大，也无法让自己突破半道神的领域。由于这不是借助外力的力量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所以并不会让神体出现承受不住这股能够短暂抗衡半道神出阶的力量。焚神之力果然是非常的神秘无比。如今施展出焚神4火之后，萧炎也是越发自己对炎之一道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就仿佛随着焚神之力越来越强大后，有着助于自己对自身炎之一道的领域。不过不管如何，这对萧炎都是有着益处，毕竟日后想要突破大道主神，就必须要先领悟自己的炎之一道，不然就无法有新的突破。焚神4火强大至极的力量在自己体内开始渐渐的散发出来，萧炎嘴角有着一抹掩饰不住的笑容绽放出来。有了这焚神4火的威力，就算是通过道灵容身后的神炎虚，也不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击败自己，而且自己已经有了对付神炎虚的方法。还好对方也只是借助道灵的力量提升半道神出阶的力量，不然面对真正领悟自己道义的半道神，或许就比较棘手了。而当萧炎睁开双目时，体内的光影雕像中的焚神之力已经蔓延至他的全身上下，充斥在神体的每一处部位，而且这股力量让萧炎都感到极为的舒适特别，仿佛用之不尽，有着源源不绝的能量。焚神4火的威力在萧炎的身上爆发，他的漆黑眼瞳也在这一刻变成了金色眼眸，在这金色眼眸中有着4道神火正在奇妙的跳跃着，如同拥有生命的火凤凰，在绝望中寻找重生的希望。他全身被这股金色的力量包裹，金色的光辉使他看起来如同神话中的金甲战神，强大而又神圣，不可侵犯。萧炎的瞬间变化令得罗峰、圣瑶以及乾坤岛的几人先是纷纷张开合不拢的嘴巴，脸上震惊之色写满。这力量是什么？为何我感觉到一股连我都无法撼动的感觉？罗峰惊骇欲绝的出声道，他的力量现在应该已经达到了9重天位神巅峰，可是他身上所爆发的金色光芒似乎更加的强大神圣，而且丝毫不亚于神炎虚的那股气息。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身为超神巅峰势力的圣花殿神交之女圣瑶，都被萧炎所展现出来的奇特力量所吃惊连连。那才是萧炎的真正力量，这股气息已经不再是一名天位神能够拥有的。难道……乾坤岛的卞娜此时也见识到了焚神似火的力量后，暗自咂舌。身后的乾坤岛强者更是不敢置信，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萧兄，就是这股力量，你似乎再一次的更深掌握了。林动面色虽然没有其他人那么夸张，但是他脸上的情绪变化依旧在告诉大家，这股力量的确可以抗衡对方了。沐尘也是在其一旁静静地望着这一幕，他刚刚还有些半信半疑，现在看来半疑也要被半信所取代了，脸上露出一丝期待之色，期待萧炎兄击败神烟虚的场景。他们三兄弟自招揽神会奈时分离后，再加上这些年对炼化吸收御灵御魂力量的吸收，本以为能够有些拉近，结果现在看来还是有些差距。但是林动和沐尘他们并不会因此而退缩，因为他们的机遇也不差。林动如今集齐了10道祖符，只要激活祖符的真正力量，便可以让自己有着新的大蜕变，而沐尘也是一样。这一次在这万界圣子之地中夺得了第8座大道金身，日后将这座原始法身修炼了，那么自己也同样能够迈入大咒的最高境界之中。萧炎，吴雪同样静静地望着即将激战的萧炎，不过感受到萧炎现在的那股力量，对萧炎充满着信心。看来这几年的修炼让萧炎变得非常的强大。在那处一触即发的战场中，两人对峙，一方是凝聚了道法精华的神炎虚，一方是觉醒了焚神之力的萧炎，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因他们的力量而扭曲。这一刻，无论是天穹之上还是大地之间，都为这即将爆发的对决而凝神屏息。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般手段，看来除了我之外，还有你这样的一位对敌啊！可是在我看来，你就算有这样的力量，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神炎虚对自己的力量充满着自信，毕竟那可是道灵啊！而且在这期间，神炎虚也逐渐的在领悟自己的道，这样能够使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当然，想要借此突破的话，还需要一些时间是吗？我也想试一试，究竟是你的道灵厉害，还是我的焚神似火更强？萧炎则是耸了耸肩，然后迈着自己的步伐朝着神炎虚走去，而萧炎的脚踏在虚空上时，仿佛踩在了平静的湖水上一般，荡漾出一道道波纹出来，给人一种极其强大的气势。虚张声势。神炎虚冷冷一笑，到现在也根本不把萧炎放在眼里，因为万界圣子必须是他的，所以再强大的对手都会败在自己的手中。萧炎也不再与之废话，直接催动奇特神圣的焚神之力，一脚踏出，那速度快的连他们的肉眼都察觉不到，那身法之快，只留下一丝半透明的雾气。仅仅在这一息之间，萧炎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神炎虚的身后，然后带着毁灭的一击重拳，狠狠地轰出。这一拳轰出，那处空间发出了砰砰之声，足以想象出这拳的威力是多么的恐怖。然而即将击中在神炎虚的身上时，竟是正中的轰击在了一道绿色的火焰屏障之上，炽炙热的温度直接传入萧炎的手臂之上，但是那火焰屏障也是在萧炎的这一记重拳之下而碎裂。神火。萧炎收回自己的拳头，然后低吟了一声，心想着刚刚那道绿色的火焰应该就是神火无疑了。不过这绿色的火焰不是应该在神罗殿的4品药神帕加罗身上的吗？为何现在又出现在了神炎虚的身上？而且看他对自身神火的操控可并没有生疏，甚至觉得神炎虚对神火的操控比帕加罗更加的老练一些。在神炎虚成功的抵挡住了萧炎的刚刚那一记攻击后，他也不再被动，毕竟萧炎的实力和速度都令他感到了心悸。紧接着神炎虚也是催动半道神力，使得自己的速度加快了数倍，在萧炎那眨眼间的功夫就出现在了道法山岳之上。神炎虚站立在巍峨的道法山巅，身姿挺拔如松，气宇轩昂，似天神降世。他的双眼犹如星辰般璀璨，闪烁着令人不敢直视的神光。他凝视着下方的萧炎，眼中透露出战意冲霄的凌厉光芒，仿佛要将这位对手彻底击溃。突然间，神炎虚轻点脚尖，那座承载着玄妙道法的山岳犹如被触发了机关，其中的玄妙道法会聚成一股澎湃的洪流，自山巅倾泻而下，向着萧炎所在之地席卷而去。巨大的山岳此刻仿佛失去了支撑，开始轰然崩塌。万丈巨石携带着天地间最恐怖的威势破空而下，声势震天动地，整个天地在这股力量的撼动下似乎都陷入了毁灭的边缘。山林间鸟兽惊散，天空中云层被震得四散飞舞，大地更是震动不已。所有的万物生灵在这股毁灭的力量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然而在面对这铺天盖地而来的毁灭灾难时，萧炎却显得异常淡定。他立于原地一动未动，只是目光深邃地望着那座崩塌的山岳，似是在那毁灭之中寻找生机。萧炎身上散发出的焚神之力气息与四周的惶恐截然不同，宁静而又深沉，仿佛一切的混乱与他无关，他只是这天地间的一位旁观者一般，等待着所有一切的尘埃落定。神炎虚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他没有想到在这样的绝境之下，萧炎依然能保持如此的从容。这份淡漠背后究竟是隐藏着什么样的力量，才能使他面不改色？就在神炎虚心中泛起涟漪的瞬间，萧炎终于有了动作。只见他缓缓抬起手臂，
掌心微微张开，一股莫名的力量开始在他的掌中凝聚，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狂暴冲击。现在我就来试一试，焚神似火形态下，这一道攻势将会是达到何种的程度？金光暴涨，奇特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在萧炎的掌中成型，一道看似一道火焰形状又不似火焰形状的奇特神圣能量凝聚而出萧炎的金色眼眸中，涟漪出一道道的年轮波动，然后在他那坚定的目光中迸发出强大的火花波纹。与此同时，他的掌心之中的能量立马被丢了出去，划过这灰暗的天地间，所过之处立马变得无比的光明。双方的力量都是催动到极致，也不知这样的极致对碰下会有什么样的震撼场面。